我明明是大成期巅峰修仙者，却伪装成炼气1层300年。师弟抢我灵草，我笑着给；师兄骂我拖后腿，我低头认错。直到师妹突破化神，被天道盯上了，我躲在暗处没忍住。以前并不是我怂，而是我发现一个秘密：境界越高，死得越快。这个世界的天道并非滋养修士的大道，而是一个贪婪的上位面吞噬者。天道以修士的修为为食，无论你是化神、炼虚，还是传说中的合体、大成，最终的结局只有2个：要么在闭关时莫名失踪，连一丝神魂都留不下；要么在渡雷劫时，被天道刻意加持的雷霆劈成飞烟。世人都以为那些消失或陨落的高阶修士，要么是飞升失败，要么是遭了心魔反噬，其实真相是他们全被天道吃了。而我的体质是天道的漏网之鱼，不管我有多高的修为，境界却只有炼气期，仿佛与天道的吞噬规则背道而驰。300年前，我刚踏足大成期巅峰，指尖翻覆便可引星河道观，掌间吐纳能让山岳崩摧。为了活下去，我敛了所有锋芒，藏进了这修仙界最不起眼的清玄宗，做了个最末等的外门弟子，一藏就是300年。清玄宗不大，只是南瞻部洲一个3流宗门，门中最高修为不过是宗主的化神后期，放在整个修仙界，连溅起一朵水花的资格都没有。可也正因如此，才最不惹天道注意，成了我最好的藏身之所。只是3流宗门规矩松散，欺软怕硬更是常态。我这炼气1层的废柴，成了门中上下的出气筒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随意拿捏的蝼蚁，抬手就能捏碎他们的修行根基。最先来招惹我的是外门的师弟林清，他是炼气5层，资质在一众外门弟子里算拔尖的。见我日日守着宗门后山那片贫瘠的灵田，长着一株凝露草，虽不是什么天才地宝，却能温养炼气期的经脉。他一脚踩烂我刚浇过水的灵河。炼气1层的你，占着灵田也是浪费。林清只觉手腕一麻，拔草的动作顿住，还以为是自己灵气差了道，骂了句晦气，硬生生把凝露草拔了去。临走前还不忘了踹了我一脚，我揉了揉被踹的衣角，嘴角勾了勾。3日后宗门小比，林清对战另一炼气5层弟子，本该势均力敌，可临阵时手腕窍穴突然剧痛，灵气根本提不上来，被人一拳打下台，摔断了腿。突破炼气6层的事也硬生生拖了半年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，那一日的灵气差到是我随手为之。我本可让他修为尽废，可那样太过张扬。天道虽然不在乎，可若是宗门内突然出了离奇的修为尽废之事，难免会引动周边的天道气息探查，所以这样做不值当。内门大师兄莫尘是筑基中期，在清玄宗年轻一辈里是天之骄子，对我更是百般嫌弃。宗门每次集体下山历练，我都被他安排在最危险的位置，美其名曰锻炼弟子，实则就是想让我死在妖兽嘴里，省得看着碍眼。一次去血峰岭历练，他故意将我引到3阶妖兽黑风狼的巢穴，自己躲在暗处。黑风狼的獠牙泛着寒光，带着腥风向我扑来，我甚至没动身子，只在神魂里轻轻震了一下。那丝神魂波动看似微弱，却直刺黑风狼的灵智。那3阶妖兽瞬间如遭雷击，夹着尾巴瘫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连呜咽都不敢，只敢用脑袋蹭我的裤脚，像只温顺的小狗。我拍了拍黑风狼的脑袋，转身往回去，撞见了赶来收尸的莫尘。他见我毫发无伤，反倒那只黑风狼跟在我身后，惊得目瞪口呆。你耍了什么花招？弟子不知，许是这妖兽看弟子修为低，不屑于吃弟子吧。境界低就是运气好。可他并不甘心，回去后便处处找我麻烦。宗门的功法阁，我本有资格进入1层挑选基础功法，他却故意锁了门，说我炼气1层的不配碰宗门功法。宗门分发的月历灵石，他也次次克扣，只给我最差的下品灵石还是碎的。我依旧不恼，我随手在山间捡些普通矿石，以大成修为凝练，矿石瞬间化作上品灵石，比宗门分发的还要纯粹。进不去功法阁也无所谓，因为我脑中的上古功法数不胜数，比清玄宗的正宗功法还要高深100倍，何须借他们的功法？莫尘自那血峰岭一事过后，总觉诸事不顺，打坐时灵气屡屡逆行，御剑时飞剑总突然失控，甚至连师尊传他的筑基心法都越练越晦涩。他只当是自己心魔滋生，日日闭关清修，
却不知是我在他每次打坐时，用混沌气轻轻搅了搅他的灵气脉络，不伤人，只让他诸事不顺，也算给那300年的刁难添点小小的利息。清玄宗内的这些事，不过是些小打小闹，真正让我动了点心思的，是300年间周边宗门的几次变故。而这些变故也让我更加确认，天道的吞噬从未停止，且越来越急切。离清玄宗100里的赤霞宗，是南瞻部洲的2流宗门。10年前出了个天纵奇才，名叫赤霞仙子，年仅200岁便踏足化神期，成了南瞻部洲近100年来最年轻的化神修士，一时风头无两。赤霞宗也借着他的名头四处扩张，压得周边一众宗门抬不起头。那时我正随清玄宗的弟子去赤霞宗参加宗门交流会，见那赤霞仙子一身红衣，意气风发，抬手间赤霞漫天，引得多方修士赞叹。可我却从他身上看到了天道的贪婪目光，那道若有若无的灰色气息缠在他的神魂上，如复古之居。随着他的修为越高，缠得越紧。我站在人群最末，炼气1层的气息毫不起眼，那道天道气息扫过我时连半分停留都没有，却在赤霞仙子身上久久盘旋。我本想袖手旁观，毕竟修仙界弱肉强食，他欲争那天下第一，便要承担被天道吞噬的风险。可赤霞宗却仗着他的修为，欺辱到了清玄宗头上。交流会结束后，赤霞宗的弟子拦着我们清玄宗的队伍，抢走了我们寻来的天才地宝，还放话称清玄宗皆是酒囊饭袋，不配拥有灵宝，甚至连清玄宗的师尊都被赤霞宗的长老当众羞辱。莫尘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因对方是化神宗门，连半句反驳都不敢。可3日后，赤霞宗却传来噩耗，赤霞仙子在闭关冲击化神中期时莫名失踪，密室中只留下一件红衣，连一丝神魂气息都未曾留下。唯有我知道她是被天道吞了，只是那天道吞噬她时，我悄悄动了点手脚，让她吞噬的过程比以往更急切了些，也算是为清玄宗出了口气。而除了赤霞宗，西鹤牛州的风云宗、北俱泸州的玄冰门，都曾出现过高阶修士莫名失踪或渡雷劫时被劈成飞烟的事。这些事在修仙界被传得神乎其神，有人说是上古魔神降世，有人说是飞升通道开启。300年间，我也并非毫无作为。我借着炼气1层的身份，游走于各大宗门之间，收集各种天才地宝，并非为了精进修为。我的修为早已到了大成巅峰，再进半步便会触碰到天道的终极桎梏，引来灭顶之灾，而是为了炼制一种混沌丹，能护住修士的神魂，在天道吞噬时为他们留一丝生机。我虽不想多管闲事，可300年的清玄宗生活，终究让我对这方天地有了一丝牵绊。师门的师尊虽平庸，却也曾在我被墨尘刁难时，悄悄塞给我几颗疗伤丹。我不想看着他们最终也落得赤霞仙子合欢宗主那般的下场，只是我千算万算却没算到，清玄宗会出一个苏清言，那个眉眼弯弯的小师妹，那个我看着长大的资质平平却格外努力的小丫头，竟会在100年间一路从炼气期走到化神期，成了清玄宗1000年来第一个化神修士。他突破化神的那一刻，天地异象横生，引动了天道的强烈注意。他正趴在世界的边缘，将目光聚焦到了这不起眼的清玄宗，聚焦到了苏清言的身上。我躲在暗处，看着那道灰色气息缠上清言的神魂，看着他被天道的威压压得口吐鲜血，连站都站不稳。我压制了300年的怒火爆发了，我抬手指尖凝出一道噬神诀。我看着空中重归平静，看着苏清言安然落地，周围的师弟师妹都惊得目瞪口呆，墨尘更是满脸难以置信，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我收回手，瞥了一眼那片被噬神诀余波震碎的山峰，300年的炼气1层伪装终究是破了，而我知道这一击虽护下了苏清言，却也引来了天道的注意。天道虽看不到我的真实境界，却感受到了那股能撕碎他的力量。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，而我也不再打算藏着掖着了。既然天道要吃，那我便让他尝尝被大成巅峰的混沌先天体反咬一口的滋味。清玄宗的山门之外，天边的云层开始翻涌，灰色的气息隐隐凝聚，而我站在山巅，炼气1层的气息悄然散去，大成巅峰的威压如潮水般席卷整个南瞻部洲，甚至传遍了整个修仙界。这一次，我要为这方天地的修士讨一个公道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道，什么是不可招惹。
苏青言扶着山门的石柱，望着山巅那个背身而立的身影，眼中满是震惊与敬畏。那个陪他练气、替他捡过掉落的灵果，永远被师兄师弟欺负的废柴师兄，竟是这般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存在。不过半炷香的时间，天际突然裂开一道万丈缝隙，金光从缝隙中倾泻而下，一道身影踏金光从裂缝而来。他是从上位面召唤来的仙界使者，周身仙气缭绕。他悬在清玄宗上空100丈处，目光扫过我。凡尘蝼蚁，竟敢碎天道气息，违逆主上意志，今日便废你修为。只见他抬手拔出仙剑，仙剑引动仙界灵气，化作一道数丈长的金光剑气，直劈我面门。若是换作寻常大成初期修士，必值尚且不及，可对我这大成巅峰而言，不过是孩童挥拳。你竟不是通大成？天道的狗也配知晓我的修为？不可能！天道神通怎会对你无效？来都来了，还想走？说，下一个来的是谁？你灭了我，还有更强的仙师降临！仙界除名。原来他是天行者排行第100，也就是说是最弱的一个，青色混沌气扫过，将山门前的狼藉抚平。清玄宗上下皆噤若寒蝉，云端观望的各路修士更是惊得目瞪口呆。渡劫期的仙界使者竟被我抬手碾杀，这般实力已是这方天地的天花板。天际再次裂开缝隙，这次的缝隙宽达丈许，金光更盛。一股渡劫中期的威压铺天盖地而来，第2位仙界使者也踏光而至。杀我天部仙使，你这混沌型倒是有几分本事。今日我便以天道玉如意收你混沌气，献于主上。我缓步上前，指尖抵在他眉心，剥离他的记忆。原来天道是车轮战消耗我，真是好算计。小子，杀我天道几位仙使，你可知罪？你这仙界的走狗，也配问我罪？冥顽不灵！300年没打架了，活动活动筋骨挺好。
万万没想到，竟然要我下劫。仙尊又如何？也敢在我凡尘放肆！这不是大成系的力量，你竟已突破凡尘桎梏，已达天尊之境，在天道眼皮底下，悄无声息修成仙尊。区区规则，又岂能困得住我？好强的混沌之力！即便你修成仙尊，也不过是凡尘的野修。今日本尊便让你知晓，真正的仙尊之力究竟何等强悍！何等强悍！斩仙尊！然后便会打上仙界，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仙尊尝尝被当作食粮的滋味。雕虫小技，你借混沌先天体瞒天过海，修成仙尊境，看似逆天，实则不过是本座养肥的另一头猎物。你以吞噬为道，便以为世间万物皆能被你掌控。这个位面的修士，从今天起，你动不了，因为你惹到我了。这么多下位面，属你还算有点实力，但是不多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这是上位界的补天石，你怎么会有？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你到底是谁？原来你在这里呀！哎，还是被你找到了。堂堂高位面的大帝，压制修为来这下面位。哎，这几百年我过得挺安静，玩够了我自己会回去的。地宫里的人找你都找疯了。要不是你刚刚用了3分力，我也找不到你啊！这个世界的天道是谁在庇护？我说了，您可不要生气呀。说，是您的3徒弟。我压制修为来这里度假，居然发现这里的天道不按规矩办事。
这方世界承受不住您的修为，您别生气呀！难道我不应该生气吗？老三，给我滚过来！谁这么大胆，敢直接叫我出来？师傅，此界天道可是你管辖的范围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如果不是我压制修为，恐怕到死都不知道真相。师傅，真相就是这方天地跟您有关，跟我有关。你在鬼扯什么？是您未到地境之前的事。如果你的答案没有让我满意，你知道后果的。那是3000年前的事，3000年前的事。你在天外天随手救了一个龙族，我以为只是小打小闹，何况他还认识师傅你。是我的因，就是我的果。这是造化丹，你拿去突破用吧，为师要去一趟龙族。龙王，给我滚出来！哪里来的修士？不知道这是哪里吗？你是敖飞吗？连我都不认识了吗？这是什么力量？瞬间穿透我的识海。敖飞是我爹，请问您是？叫他出来见我。小子，你还不配跟族长对话，识相的赶紧滚开！哼，你想怎么死？好大的口气！不堪一击。三叔，你也真是个莽夫，这位咱们好像得罪不起啊。大哥，我没动，你说咋办我就咋办。我是龙族大长老，请问阁下是？你们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叫龙王来见我。族长不在，有事您吩咐我就可以了。你能做主？你是帝君？我靠！传说中的那位。帝君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老龙在这里赔罪了。一个小世界的吞噬天道，跟你有关？我以为这点小事不会惊动您，在你眼里这是小事。他们只不过是蝼蚁，帝君还是不要在乎的好。看来我太久没出来，你们都把我的规矩忘了。师弟，好久不见呢。我说这条残龙怎么胆子这么大？原来是你在庇护我。也不完全对，他也是自愿。我靠！这种时刻你不能卖队友啊！你没有贪愿，怎么会同意？帝君，都是他让我这样做的。黑龙，我废你1000年修为，并且让你守死海500年。帝君，是不是惩罚严了点儿？我还没有说完，让你插嘴了吗？小世界被吞噬的资源，让你的9个儿子去下界补偿。所有修士的魂魄，要帮他们重塑肉身。他的账算完了，
接下来算你的。师弟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就要跟师兄动手，你那个臭脾气真是一点没变。拿出真本事，不然你会死。这是湮灭法则。我要是再不认真起来，岂不是不给帝君面子？师弟的法则之力比上次见面强了至少3成，太初剑的锋芒也锐利了不少。该我了。帝君级别的战斗吗？师弟，你把我打疼了，那我也该认真了。太初，一剑开天！差一点儿，差一点儿就是差很多，我认。师弟，太初剑认住，你夺不走的。我没想夺，我只是想让你松手。这不可能，没什么不可能。我输了，师弟，你赢了。我说过，拿出真本事。师兄，你太爱惜自己的命了。一个怕死的人，永远赢不了我。欺压小世界的事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两人战斗留下了痕迹，将永远印刻在龙族大陆上，成为这片天地最恐怖的传说。颠破地狱，恭迎帝君回宫。从今天起，小世界纳入天外天。如果再出现打压，别怪我翻脸。